我們剛剛還沒自己在那邊開，想說路不熟，又不对，我就自己自動駕駛就好，我開怎麼開？你現在是要 selfie 嗎？可以嗎？雨刷又來了啊！我覺得他可能是这在美國旅游完全就沒有壓力了。好，經過漫長的旅行，我們現在終於到了 Tesla， 然後這邊是 Austin 的 Tesla。那我們中間從台北，然後飛到San Francisco， 然後再來 Austin 轉機，然後中間再飛了總共10幾個小時，然後加整個旅程在20個小時左右。那現在我們可以，哦，我的天哪，還是不敢相信，就是在這邊啊，真的來到了 Tesla 的總部啊，好開心。好，那我們先到裡面，然後拍一些畫面給大家看。然後他說這邊的話，我們可以，他有超多飲料可以讓我們喝，所以我們等下就可以在那邊喝飲料，然後吃一些 cereal， 然後在這邊做一些休息的地方。然後裡面就不能拍，因為裡面就是員工的地方。現在有保密就沒跟大家講，但我覺得超級興奮。那不管是自己喜歡 Tesla 這麼久，然後或是現在自己是 Tesla 的車主，能得到這樣的機會來參觀，都是覺得不可思議。就那這樣，我們進產線之後是不能在裡面做拍攝，但是現在的這個環節，還有等一下我們參觀之後的一些心得，我會再做影片拍攝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當然，除了參觀 Gigafactory 之外呢，我們其實也會被分配一台 Cybertruck， 所以這會是我第一次開 Cybertruck， 第一次做 Cybertruck。然後我們會做一個整體的一個駕駛體驗的分享。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大重點就是我們會體驗 FSD。我們先前在北京體驗過，那現在來這個本地就是他們的主場體驗他們的 FSD， 而且是開的 Cybertruck。OK，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跟大家分享裡面更多的東西。嘿，第一次開到我們的 Cybertruck， 然後也體驗我們的 FSD， 超興奮。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德州的奧斯汀這邊，其實超級工廠就在機場的附近而已啦。從那邊過來的話大約10分鐘，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回去參觀超級工廠。我們就先趕快分享一下開 Cybertruck 的感覺。那首先我覺得在美國看起來就它變成好像超級小台的感覺，就是你現在轉頭一看，美國一大堆全部都是超大的車子，然後變成 Cybertruck。我們剛要去領車的時候，走到前面看就覺得說怎麼那麼小台。然後裡面的空間的話，我覺得還是算非常不錯的。整個開起來的話，它不會像是一台很巨大的車，我覺得它開起來像是一台非常靈活的一個小車。但不管怎麼樣，它還是車身的高度啊什麼這些都還是存在。那開起來那麼靈活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方向盤其實是現在特斯拉裡面唯一一台電傳線控的方向盤。那這就代表說你在平常在旋轉的時候，它其實不用開到比如說轉2圈才能轉到多大的彎，它完全就是你今天只要轉到這樣的程度，它大約就可以把它的輪子轉到最底。同時加上它的後輪有後輪轉向的功能，你看起來好像這台車那麼大，應該是沒有辦法轉過去，但是它可以直接轉過去。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台車出一陣子了，然後也知道它就是一台不鏽鋼的車，但是實際來開它，實際來摸它的時候，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就是特斯拉他們就開玩笑畫出來一個這樣的車子，然後就真的把它量產出來，然後現在真的在路上跑，就是一台實際量產的車子。那其實他剛講師也有跟我們分享，它外面使用不鏽鋼的這個材質呢，在特斯拉他們總部的這個材料工程的 VP 其實是跟 SpaceX 同一個。所以它這些不鏽鋼所使用的材質的等級跟水準，跟他們航太工業所使用的這個外殼的水準都是一模一樣。但是我覺得在觸碰的時候也是要非常小心，它很多的邊角，畢竟它就是一個很利的這種造型的設計，所以還是會有點要注意一下，不要刮到它，或者你的手可能會有點去割到這樣子。所以這就平常在使用上要注意。好，那我們剛剛講到後輪轉向，那其實我們現在把它停的前輪把它非常打得非常向右邊打到底，然後你也看到它的後輪這邊也是稍微向外側的哦，這個非常的明顯，所以我們它回轉轉彎的時候，它的操控可以這麼靈活。那可以看到後面背的這個地方，後面這個空間真的是非常的大，但是也讓我們非常驚訝的一點，剛講師跟我們分享的時候，他說其實 Model Y， 你把它的第2排的座椅把它傾倒的時候，然後它裡面承載的空間其實就跟它後面 Cybertruck 後面承載空間的一樣大。但是當然啦 ，Cybertruck 因為它作為這種皮卡 truck 的這種造型，卷簾把它打開之後，它其實是可以堆疊更多東西上去。那其實這就是一個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為什麼特斯拉也會在美國選擇設計出這台車型？因為其實這種皮卡 truck 就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德州隨便看都是一堆皮卡 truck 在這個地方。那這不只是大家生活很需要這種類型的車，那平常載貨啊，那很多人在自己家裡会蓋房子修東西的時候，也會常常自己去 Home Depot 那種地方去載材料，然後再加上後面這邊直接就有插座。那除了這個一般的110的插座之外，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個220的插座。那這個對於220，他們說你甚至可以用這個插頭直接幫另外一台特斯拉充電。那另外，其實重點就是說，這個背啊，這個整個平台，
如果你今天要接這個 Power Tool， 你要鋸你的這個木材啊什麼啊這些東西都可以直接用這220的東西來接，然後這很有趣，因為你看它背後完全打開的時候，其實後面玻璃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但你平常因為你可能要最好的風阻，或你最後要放東西的時候，你可能你這個關起來的时候，你上面当然最好是要把它關起來，不然它的風阻會更大。所以我們剛剛發現，就是說你這個在關起來的時候，你其實平常在開車的時候，它上面的熒幕是有後熒幕會顯示像是一個後照鏡的長度，直接在熒幕上面，就是常駐在那邊。那這個也是這台車跟其他特斯拉的蠻明顯的一個差距。據說上面這個它的承載的程度是可以一個成人可以站到上面去。好，在我們看到裡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個部分，跟現在目前特斯拉來講，可能就是 Model Y 的這個入門版本，像它中間也是做這種打開的模式。那 Cybertruck 這邊也是做一個非常大的空間。那這邊你就可以放包包什麼有的沒的，然後腳要放過去，其實也是還不錯。那其實很多人會做很多配件去把它擋起來，再去做分隔。然後這邊的話，它其實也是一個無線充電的一個座艙是在這個地方，然後它的置杯架，然後中間的空間，其實蠻大的，還蠻深的，還蠻深的。哦，這邊有一個插頭，這邊是一個真的插座，110這種插座。然後 USB-C 的孔在這邊，然後另外其實在很多它的熒幕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Cybertruck 的元素。你看像這個相機的這個圖示，它是這種六角形的，然後這邊也是六角形的，所以在很多裡面的小細節啊、設定的地方，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它這种 Cybertruck 的元素。很多特斯拉他們都 share 差不多的界面，但是在這個不同的車型，它會把它的元素放在裡面，會比較有稜有角一點。有稜有角，我覺得這個算是蠻不錯的。那這個其實在它的上面的這邊按鈕。這邊這個鏡頭按鈕也是做一個稜角的設計，然後連這個麥克風的圖示不是這種圓的麥克風，它是把它做成這種長方形的這種稜稜角角的，所以這是我覺得特斯拉非常可愛的地方。它今天大家可以就全部都是用一樣的標誌，但是因為車型的差距，它就把它做這些差異化出來，那這點我是非常喜歡。然後我們剛在這邊測試的時候，因為這是美國的車嘛，所以裡面有 Grok 在裡面，但是現在目前為止的 Grok 其實跟車機是沒有真的連接在一起，它就是像一個單一存在的 App， 那你就可以跟他聊天，問他很多事情，但比如說他現在沒有辦法知道我們現在的定點在哪裡，我們剛想問他說附近的餐廳怎麼樣。那他要說，他要知道你在哪裡，然後再建議你說附近有什麼餐廳，那可能跟你講怎麼過去，但是他跟现在的導航系統是沒有辦法串聯在一起。那這一點我覺得有點可惜，但我希望就是他們未來快點把這兩者把它綁在一起，因為其實語音助理，我覺得它的理解能力還是跟 Grok 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你覺得前座的空間跟你的 Y 有差別？我覺得寬度感覺起來是有比較寬吧，然後這旁邊置物空間也稍微多一點。可是整體後座的話，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差距哈，應該稍微大一點。坐坐看，我覺得好像差不多差不多。我覺得可能左右的肩寬感覺起来，你今天要坐3個成人的話，空间可能会再大一點。實際上的話，我覺得前面的膝蓋起伏空間沒有很大的差距。然後頭部的話，因為它是做這種斜角的設計，其實頭部空間好像也反而沒有騰非常多出來。那我知道 Cybertruck 其實到後來，他們本來一開始發表的版本跟量產的版本尺寸上是有點差距啊。本來一開始的版本是中間的那一排的座椅，就是前面座椅也是3個座位。那我覺得那樣設計我會比較喜歡，因為它會變成是一個雙排可以坐6人的一台車。台灣法規應該不允許。台灣連 Cybertruck 都沒有。可我覺得在美國如果保留那個的話，我會非常喜歡。可好像也是有法規的問題啦。好，那我們現在趕快趕去參觀我們超級工廠。走吧。這種出國出差又要趕片上片的行程，真的和單純出國玩不一樣。如果沒有穩定的網絡連線，工作聯繫就直接出問題。另外呢，一般的網卡都有容量上限，我們1-2部影片上傳就會馬上超過。所以經過上次去日本用過 DJB eSIM 暢日卡很滿意之後呢，這次到美國我也選擇使用 DJB eSIM 愛美麗卡，直上天天吃到飽選項，給大家看我們在德州奧斯汀測到的網速，完全可以支援我們在外面上傳影片，沒有問題。那住過美國應該都知道，不同州可能有不同的電信商比較厲害 ，DJB 都是直接和電信商獨家合作，拿到專屬網絡路由，保障大頻寬，同時也有自己的核心機房，多條備援的網路。真的運氣不好碰到一個線路的網災，直接自動切換，或是呢，我也可以自己手動來選擇手動，馬上看到 T-Mobile、Verizon 2大電信商。在美國光有 Verizon 可以選，真的就是很讚。那如果你真的有碰到什麼問題，他們有全天候24小時多語言的真人線上客服，可以及時的幫你解決。我們2星期內直接幫大家實測 DJB 在日本和美國的 eSIM 表現都非常的好。那大家最近如果要出國的，真的可以考慮使用 DJB 看看哦。我們刚才還自己在那邊開，想說路不熟，又不對，我就自己自動駕駛就好，我開怎麼開？
我們太原始人，來到這個未來的世界，不太習慣怎麼在那邊生活，那邊很緊張，在那邊找路，什麼地方要轉彎，根本就不用管。我覺得坐這個 FSD， 自己坐在駕駛座跟在旁邊，那感覺不一樣。你現在是要 selfie 嗎？可以嗎？現在我們坐在 Cybertruck 裡面 FSD， 在德州 Austin， 全部都是他自己開哦。但你人還是要注意這个路啦，隨時要接管。有。不用踩，我没有踩，不用踩，全部都要自己来。我本来要接管的，你就是要信任他，对不对？他自己就会帮你做。因为这邊切出去是向右轉，然後左轉這邊是一個彎道，所以這個判斷需要很小心。這個是一個大眾。哦，這麼衝嗎？好，我們體驗一下星期五下班時間。那在這種美國，應該任何地方下班時間都是塞車最嚴重的時候。那現在呢，我們就是從外面開進市區裡面，也是非常非常多車。然後，其實在這個我們來到一個新城市，道路都不太熟的情況下，然後體驗這種全自動駕駛，我覺得是可以降低緊張感很多。不然你會很擔心，就是說你路不熟啊，又要看出口，又要看導航，然後同時又要什麼時候要會車。也要讓另外一台車出來，然後不同城市你也不太知道大家開車的習慣，你這個完全都不用去想，然後就注意它，就是說，這種時候它到底怎麼去會車。然後像其實我們剛剛要進一個高速公路的時候，那它的兩條道路慢慢的合併在一起，然後它就會找對時間就會先切出去，然後它也會留空間讓前面的車先切過來。所以他開車的這個優雅度跟禮貌性都還是保持得非常好。然後我們也發現幾個就是你看很有趣的現象，像剛那個車道其實有點過來，那他就不會說很堅持的像什麼 EAP 那樣要開在什麼這個車道的中間啊或靠哪裡，他就會慢慢順的有點開出來一樣去繞過去。然後像我們來到市區裡面，這邊的線非常的亂，你可以說基本上沒有線，然後旁邊有在修路，然後他判斷的也是非常的好。兩道要會車的時候。哇，非常的優雅。我們剛開過來的路程是說30幾分鐘，然後已經過了20分鐘，跟我完全沒有20分鐘的那種感覺。所以這種以後對比較長途的這種旅行來講，我覺得降低大家的開車的這種煩躁感跟疲憊感很多。或者說你可能正要開長途去哪裡，你會有像我啦，不是很愛開車的，有時候會有點旅行前的憂鬱、躁鬱，然後緊張，會覺得好煩，等一下要開好幾個小時。但是我覺得完全可以省掉非常多的那種煩躁。前面就是漂亮的 Austin Downtown， 我們現在就要開到一個什麼 Center of the Art 什麼，我們去那邊想要拍一些片花。這個它怎麼會？有哇，然後它開的就比前面那台車優雅多了。前面那台還會壓這個線去轉彎過去，這完全不會。抓得剛剛好，也放空間讓左邊的車一起左轉。好，這邊你看，這邊基本上這個線算是基本上可以沒有線，等於沒有線，視同無線。這區可能是不差的區嗎？白人那麼放心的在外面走路，住美國久了應該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看到白人覺得很安全的在外面走路，應該這個區就不會算太差。再看到東方人放心的走路，哇，這一區又更安全。又刷了，雨刷又來了。啊，我覺得他可能是清他的鏡頭啦。我看現在，因為左邊塞很多車，這邊哦，你看它是3道，然後他知道說，現在左邊要左轉的人塞住，所以他有點先開出來之後，然後再轉到中間道。這 EAP 絕對辦不到啊 ！EAP 剛那邊就，我們等一下要直行，然後前面這台車想要切右道，等下是一個圓環。對，我想看說現在這個狀況，他會不會知道說要繞過它？其實是可以啊。OK， 沒有。可是他沒有要左轉，他應該是不會繞過他。右哦，所以他直接如果直接他要右轉，為什麼現在要打？哦，他直接在算圓環的，他要怎麼開啊？哦，因為他知道他是圓環的第2個出口才要出去，所以因為這個情況的話，哦，你看他很聰明，他就先慢慢的繞過這台車。他說：“我是第2個出口才要出去。哦，圓環是個，那應該往內切的。”對哦，應該要第一個，應該是第一個。哦，他現在往內了。這個往內切的時機點。為什麼走？他走的有點裡面呢？我覺得有點裡面。走的太快哦。突然加速，太加速。哦，可是算是很 OK 啦，很精準啊。你會覺得他好像要走錯，但是他沒有。
這在美國旅遊完全就沒有壓力了。或世界各地如果都開放的話，以後在日本自駕，哇，那個你就更不用擔心左駕、右駕、路標違規什麼的問題啊。哇，開完一整天，體驗完 Cybertruck， 那我們今天算開了蠻多的地方。但老實說啦，我自己偏懶，而且重點是要體驗它的 FSD， 因為這個在台灣體驗不到。Cybertruck 在台灣也體驗不到。但我們在80%、90%的時間都直接開 FSD 開，真的體驗過之後，你就覺得這個全自動駕駛真的會完全改变我們未來的生活。那這是自己的層面的話，就是在自己開車的這個部分，你可以不用再自己去開，然後這個在長途旅行的時候，你可以省下非常多那種煩躁的時間。那另外就是我們以後在搭計程車的時候，它自己全自動駕駛也會取代我們未來使用這些計程車 Uber 所有人的方式。實際體驗之後，你會發現說特斯拉這家公司真的能改變的事情太多了。那 Cybertruck 這台車呢，你自己在開的時候，真的感覺起來它像一台非常靈活、非常刁鑽的這種小車。我覺得雖然它的車體很大，可是它的這個轉向的這種靈活度啊，還有它這個線傳的這個方向盤，會讓你覺得開起來非常的輕巧。像我們剛剛在停車場這邊小的地方要轉向做回轉的時候，都會非常的輕鬆。那氣壓懸吊的部分呢，這個我們也剛剛開完 Model X 3天的時間。那這個我們兩個都認為啦，這應該就是現在目前特斯拉最好坐的車，最好坐的一台車。那這不只是在它氣壓懸吊這個舒適度，在過這些坑洞的这種感覺。那我們設定，我們覺得舒適的這個設定是比它的運動的設定還要再舒服的。那這個跟我們現在試驗，不管是 Model X 或 Model S 都是相反過來的。那除了這個氣壓懸吊的舒適性之外，我覺得它整個底盤的堅固跟這個一體性哦，我覺得這個也是因為说，可能因為這一台 Cybertruck 是比較後期開發的車子。我們在參觀工厂的時候，他也說這一台它的整個底盤的電池跟它的座位，整個是鎖在同一個 frame 上面，所以這代表它底盤的堅固度可能跟其他車款設計的邏輯是有點不一樣的。那這個可能也會讓它開起來的這個底盤的穩定性非常好。那這個我覺得會是特斯拉裡面底盤做的最好的一個，那不會像其他的車款好像有那種你車開太快的時候，它底盤跟不上的感覺。那這款就是完全好像整個車殼跟車體跟座位跟車裡都是一體。那我覺得這個算是真的是要實際開過實際座位才會知道這種乘坐感覺跟其他的車款的差距。那這個總結下來呢，我覺得這一次過來 Austin 參加這個超級工廠的參觀，那我們有另一支影片會專門講我們參觀的這些心得，還有這個過程。那我覺得在試駕這一台呢，還有這個整個特斯拉算是一個生態鏈的體驗，真是非常的好。那 Cybertruck 我覺得台灣好像要上市的可能性是偏低啦，因為不管它車體的大小，或其實在台灣這種車型的實用性到底是多少，這個是一個問號。但如果可以有的話，我覺得還是非常期待，因為它真的開起來太舒服、太好開，而且這真的很適合美國就是很適合美國，就是超美國的一台車啊。所以他剛講說 Cybertruck 是只有在德州的超級工厂生產，那美國有2個工廠嘛，然後上海還有柏林，但其他都沒有生產這台車，這個就只有在 Texas 生產，那也符合這邊的人用車的習慣。我們很喜歡啊，我們雖然覺得很中二，我們也很喜歡，就覺得你就設計出這樣一個形狀，你還就真的把它生產出來。那以前會覺得說開這台車可能會有一種很笨重、很大車的這種感覺，雖然很喜歡，可是不一定會很期待它的駕馭感。但實際開過，覺得它的駕馭感真的是太好，而且是可能是特斯拉車型裡面現在最舒適跟底盤最穩固的一台車。好啊，那今天就非常開心特斯拉的邀請，然後可以讓我們有機會不止參觀工廠，然後開這台 Cybertruck，就是完全讓我們開一整天，然後開到明天，然後還有體驗它的全部的全自動駕駛。那我其實更期待就是除了 Cybertruck 去台灣之外，就是全自動駕駛在台灣可以快點上線，因為你真的體驗過之後，以後就可以讓自動駕駛自動幫你帶小孩回來，自動幫我帶小孩去，這個可能會違規。對，但是就是至少你去載的時候，家人要去開的時候，你會更放心啊，對不对？就直接讓他開自動駕駛，開到個地方定點接完小孩回来。哦，這個我覺得會真的完全改變我們以後生活的習慣、用車的習慣。那我覺得光這一點可能會讓特斯拉的車現在在台灣就已經賣爆，但可能會真的會賣得再更好一點，因為你同樣付出的這個價錢，你得到這種全自動駕駛的體驗，我覺得這個真的其他車廠目前要跟上，應該說有沒有看到車尾燈，我覺得都還沒有。然後，所以一開放的話，我覺得會大大衝擊整個用車的市場跟買車的市场。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討論的話，我們可以一直在下面留言，然後也加入我們特斯拉電車的群組。那我是 Spring William，我們下次影片見，拜。